一说起谷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作恶这个口号，但其实谷歌在2015年重组后，就把这个口号改成了做正确的事。但你是否好奇过，谷歌真的如口号中一样不作恶吗？究竟有过哪些黑历史？大家好，我是科技人海。本期视频我收集了谷歌公司过去20年至今最严重的10起黑历史，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谷歌的另外一面吧。谷歌中国与搜索审查争议事件。2006年，谷歌为了开拓中国市场，正式上线了中国版搜索引擎 Google.cn。为了换取运营牌照，谷歌在当时选择了妥协，对搜索结果中的敏感内容进行了自我审查。这在当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舆论哗然，因为谷歌当时的核心价值观是不作恶，这种折中的做法被外界视为对商业利益的投降。然而，这种尴尬的平衡只维持了4年。2009年底，爆发了代号为极光行动的黑客攻击。谷歌声称其内部服务器遭到了高水平的定向攻击，叠加日益趋严的审查要求，让谷歌高层意识到这种带着枷锁跳舞的模式难以为继。2010年1月，谷歌公开发表声明，表示不再愿意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并威胁要退出中国市场。最终在2010年3月，谷歌正式将搜索服务从大陆迁往香港，通过重订向 google.com.hk 的方式继续运营。这一事件标志着全球最大搜索引擎正式撤出中国，从此百度在中文搜索领域彻底失去了最强对手。谷歌街景车 WiFi 窃密事件。2010年，谷歌的街景测绘车在全球作业时，除了拍摄实景照片，还会秘密收集沿途的无线网络的数据。原本谷歌声称收集 WiFi 的 SSID 和 MAC 地址仅仅是为了优化地理位置定位服务，但随后德国监管机构发现，这些小车利用一段意外写入的底层代码，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截获了用户未加密 WiFi 传输的明文数据，其中包括了私人电子邮件、账号密码，甚至是聊天记录。面对质疑，谷歌最初矢口否认，随后改口称是由于一名工程师的个人失误，将一段实验性的代码误植入程序。这种临时公示的解释显然无法平息众怒，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超过30个国家的联合调查，这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等同于非法网络窃听。最终，谷歌迫于压力删除了数 TB 的违规数据，并在美国、法国等地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罚金。虽然罚款金额对巨头来说只是9牛1毛，但该事件彻底终结了科技公司对用户数据采集的野蛮生长时代。它迫使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对数字隐私的立法，也间接推动了互联网从明文传输向 HTTPS 全加密化的演进。谷歌绕过 Safari 隐私设置事件。2012年，当时的苹果 Safari 浏览器默认拦截第三方 cookie， 这让谷歌无法再像 Chrome 上那样通过广告插件跨站记录苹果用户的上网行为，直接威胁到了其核心的广告分发利益。为了突破这层防御，谷歌工程师利用了一个技术漏洞，在代码中植入了一段特殊指令，它能模拟一个虚假的隐形表单提交动作，成功欺骗了 Safari 的安全监测系统，让浏览器误以为用户正在主动与广告进行交互，从而允许谷歌植入追踪 cookie， 即便用户在设置里明确开启了禁止追踪，在谷歌的操作面前也完全形同虚设。这一行径随后被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公布，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谷歌偷窥行为的舆论。最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其开出了2250万美元的罚单，刷新了当时 FTC 历史上的最高罚金记录。这次事件本质上是技术巨头对用户选择权的公然蔑视，它不仅重创了谷歌的商业信誉，也迫使苹果在后续更新中彻底收紧了追踪权限。谷歌蜻蜓计划事件。2018年被媒体曝光的蜻蜓计划是谷歌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内部秘密项目之一。当时谷歌正试图通过一款代号为 Dragonfly 的搜索引擎，重新进入已经离开8年之久的中国市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款搜索工具是专门针对特定监管需求定制的。该计划的核心功能包括对敏感词汇的自动屏蔽，敏感关键字将无法搜索到任何结果。更让外界感到不安的是，系统计划将用户的个人手机号与搜索历史强行绑定，这意味着用户的每一次搜索点击都是实名制的，这与谷歌长期标榜的保护隐私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消息一经泄露，谷歌内部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批判，数千名员工联名签署抗议信，多名资深工程师引咎辞职，认为公司为了商业利益正在突破价值观的底线。同时，该计划也遭到了美国国会的严厉质询，认为谷歌在技术伦理上做出了超底线的妥协。最终，在巨大的内外舆论压力下，谷歌于2019年正式宣布关停蜻蜓计划。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谷歌重返中国市场的再度受挫，也让不作恶这句口号在巨大的商业诱惑面前显得愈发苍白无力。谷歌反垄断3年罚单事件。这是谷歌在欧洲遭遇的史上最严厉反垄断监管，3年内被连开3张巨额罚单。第一单，谷歌搜索。谷歌利用搜索霸权，将自
自家的比价服务排在搜索结果最前列，而将对手强行降权。这种玩家兼裁判的行为被欧盟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重罚24.2亿欧元。第二单，安卓捆绑。谷歌要求安卓手机厂商必须预装谷歌搜索和 Chrome 浏览器，否则不予授权谷歌 Play 商店。本质上是利用安卓系统的垄断地位，强行提高自家软件权重，封杀其他浏览器的生存空间。这笔罚款高达43.4亿欧元，创下了当时反垄断罚款的历史记录。第三单 ，AdSense 霸王条款。谷歌在与第三方网站的合同中加入排他性条款，禁止网站展示竞争对手的搜索广告，这直接锁死了搜索广告的市场流动性，被罚14.9亿欧元。这3笔总计超过80亿元的罚款，不仅重创了谷歌的利润表，更迫使谷歌在欧洲修改了策略。现在欧洲安卓用户开机必须自主选择默认搜索引擎。6. 谷歌位置追踪欺诈案。这是谷歌在用户隐私保护上的一次重大翻车。事件起因是2018年美联社披露，即便用户在安卓或 iPhone 上手动关闭了位置记录，谷歌旗下的地图、天气和搜索等 App 依然会通过网络与应用活动这个设置，偷偷上传并存储用户的精准地理坐标。这意味着谷歌在 UI 界面上给了用户关闭的假象，后台却依然在持续收集位置数据。这一误导性行为引发了全美多州的集体诉讼，指控谷歌涉嫌欺诈和侵犯隐私。谷歌起初辩解称其解释足够清晰，但在法律压力和舆论声讨下，最终于2022年底选择了花钱消灾，同意向美国40个州支付总计3.91亿美元的和解金。作为和解条件，谷歌被迫承诺此后必须向用户提供更透明的追踪提示，并简化位置数据的删除流程。7. YouTube Coupa 罚款事件。这是2019年谷歌遭遇的史上最大规模隐私罚款。当时 YouTube 被指控违反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利用 Cookie 非法收集13岁以下的儿童的个人信息，并以此投放精准的广告谋取暴利。尽管 YouTube 辩称其主张仅限13岁以上使用，但其内容库中充斥着海量低幼视频。谷歌明显在装糊涂，一边向广告商标榜自己是触打儿童的最佳平台，另一边在监管面前逃避保护责任。最终，谷歌被迫支付1.7亿美元的天价罚金，并彻底改写了 YouTube 的运营逻辑。现在所有儿童内容都必须明确标记，严禁投放个性化广告，且评论、通知等互动功能被强制下线。8. 谷歌无痕模式诉讼。这是谷歌近年来深陷的最严重的隐私欺诈诉讼。起因是数百万用户发现，当他们在 Chrome 浏览器中开启无痕模式时，谷歌依然通过其分析工具、广告管理器和各种插件，偷偷记录用户的网页浏览记录和搜索偏好。在用户的认知里，无痕模式意味着行为完全不被追踪，但谷歌却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谷歌认为无痕模式只是不将历史记录保存在本地电脑上，并不代表隐身，网站依然能看到用户的活动，这本质上就是对用户知情权的公然漠视。面对长达4年的集体诉讼，谷歌最终在2024年被迫达成和解。谷歌不仅要更新无痕模式的免责声明，明确告知第三方网站及谷歌依然可以收集数据，同时还要销毁数十亿条非法收集的数据记录，并永久重置相关的追踪算法。9. 谷歌儿童医疗误判事件。这是2022年曝光的一起谷歌 AI 自动审查算法丑闻。事件起因是一位父亲因孩子患有隐私部位疾病，按照医嘱拍摄了患处皮肤照片以便远程诊断，并将其上传至 Google 云端，然而却触发了谷歌的 CSAM 系统，算法将这2张医疗照片判定为儿童性剥削。谷歌随后的操作极其简单粗暴，在未经人工核实的情况下，直接永久封禁了该父亲的谷歌账号，导致其所有云端资料瞬间清零。同时根据自动举报程序向警方报案。尽管后续警方深入调查证实照片纯属医疗用途，并宣布该男子无罪，但谷歌表现出了极其傲慢的姿态。即便警方已经结案并撤销指控，谷歌依然拒绝恢复其账号，称违反了公司的服务条款且不可撤销。这位父亲只好重开小号，时至今日账号依旧没有恢复。10. 谷歌美国搜索反垄断案。2024年美国联邦法院的一纸判决正式宣告了谷歌在全球搜索市场的非法垄断地位。案件的核心逻辑在于，谷歌通过支付巨额广告费买断了所有主流设备和浏览器的默认搜索引擎位置。仅2021年1年，谷歌就向苹果支付了约260亿美元，以确保成为 iPhone 上的默认搜索引擎。这导致即便有竞争对手出现，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用户数据来优化算法，最终形成了强者恒强的数据黑洞。谷歌在庭审中辩称，用户选择谷歌是因为产品好用，只要按几个键就能切换到 Bing 或 DuckDuckGo。但法官裁定，默认设置具有极强的行为惯性，这种通过砸钱建立的排他性护城河，剥夺了其他搜索引擎公平竞争的机会，抑制了行业创新。目前该案已进入双向诉讼阶段，谷歌
可能面临极其严厉的处罚，例如强制拆分业务、巨额罚款等。但预期最终结果要到2027年才能见分晓。看完了这10起最严重的黑历史，你认为谷歌还是那个不作恶的科技巨头吗？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交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